伴随着海浪、机车轰鸣，还有我们所有的汗水，那种炽热又青春燃烧的感觉，真的特别难忘。我们当时也是盛夏的时候在威海那边拍，有一些时候还是挺舒服的，当然也不抛开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热。但这个夏天拍的这部戏，其实我印象就也很深。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夏天，那我觉得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这个夏天了，开心、舒服。在炽热的夏天里边去拍了一部特别燃的戏。我的盛夏有了，我的赤夏现在也有了。在剧组中度过的夏天，特别像回到了学生时期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在教室里面拍戏的时候，就是我会经常待在自己的课桌上面，然后每次一闭上眼睛，听到身边的那种翻书声，同学们聊天吵闹的声音，真的好像穿越了一样，就特别开心。威海的这个阳光还是挺充足的。这夏天热倒是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个夏天我比以往天都要黑，所以我永远记住这个夏天。在很小的时候，陆西潇就丧失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的亲生父亲呢，也是一个比较不是很爱他的一种父亲。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我很佩服的能够经历风吹雨打的男孩子的一些特质，并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由、非常追逐自由的一个人。不是很喜欢过多的束缚，不管是自己对自己，还是希望别人对他，都是这样对待很多事情，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都比较有自己的坚定的态度。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也知道我自己能做成什么。坚韧、清醒，外冷内热。首先，他的家庭背景很破碎，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呢也很自私的抛弃了他，所以他只能跟奶奶相依为命。我赖着他，我哪儿都不去他。生活逼得他必须得极度的清醒和坚韧。从小我就没有体会过母爱，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他平时看起来对谁都很防备，比较冷淡，不愿意把自己的脆弱表现出来，很多苦都是往肚子里咽的。你没事吧？发生什么了？我没事。但其实他内心的底色呢是非常柔软的，只是他不敢轻易的去触碰温暖。这是我们的小狗周小六，同志们，我们小狗。他身上有一种很重的压迫感，但他从不轻易的向命运低头。我特别想把他那种破碎又坚韧的感觉演出来。你知道当时我花了多少时间才接受你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吗？陆西潇对于周婉来说，我觉得像是黑夜里突然照进来的一束强光。最开始周婉觉得他就是一个张狂的混世魔王，是2个世纪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陆西潇救了他，在跟他深度接触之后，他也看到了他面具下的孤独，也发现了他其实是一个缺爱的人，他们其实是同一种人。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别害怕，明白吗？那这段感情前后的变化其实也很让人动容，因为学生时代周婉更多的是被动接受，长大以后因为经历了分离、误解，甚至是恨意。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这么理直气壮的啊？当年的事掰开了揉碎了，都只有你对不起我。再到最后的和解，他才终于敢主动的去抓住自己的幸福。那他们的感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正因为经历了很多，才更加珍贵，就是那种兜兜转转依旧是你的那种宿命感。周婉对于陆西潇来说，更多觉得能够救赎他的一种存在吧，因为其实这跟陆西潇的原生家庭有一部分的关系。他自己在很孤独度过童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像周婉这样没有把他当成所谓的身份特殊的孩子。我会跟你谈恋爱的，你开心。周婉身上的很多这些自己比较坚韧的特质，自己比较向上而生的这种特质，也能够
共鸣到很多陆西潇，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他也能看到很多缝隙里透出来的光。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不开心不愉快，然后也经历了很多年的一些小坎坷，但是再次面对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感情也没有变得太多。香艳这个角色其实一直就很压抑的，你会发现似乎没有人真正的在关心她。你看她的妈妈也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她的心情，爸爸更不用说了，她喜欢的人也是，所以她整个人我觉得非常破碎的一个人。当然这种环境长大的人，我觉得他肯定是内心很敏感。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前期上学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白头发，就少白头，来表现一下这个人真的就是压力很大、很压抑的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把周婉当成了我唯一的救赎。我觉得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他懂我，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超越了所有人。陆西潇的话，我讨厌陆西潇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的那些东西，我要费尽了努力，我可能才能拿到。如果你想得到认可的话，你就得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他就一出生都有了，然后就可以摆出那副态度，所以我觉得一直都很看不惯他。包括他周婉也喜欢他，我爸也喜欢他，我爷爷喜欢他，没有人喜欢我。他内心是非常有野心和欲望的，可是他表面又要端庄、贤良、淑德，他又要在这个大家庭里边表现得非常得体，是完全两面的一个人物。我能强烈的理解到他的身上的那种对生活的窘迫，这种苦到分分钟都想翻身，就是时时刻刻的翻身感。厂子已经入不敷出了，所以他宁可在牢笼里边，也不想去打拼了。就是他觉得外面世界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他已经害怕了。那你找我就没有错了。是的，家里的事情啊，都是我照应。周婉跟他应该是非常像。有可能他看到周婉就看到了他当年的年轻的自己，他也看到了他的野心，也看到了他的欲望，但是他们俩之间就是有一道鸿沟，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做他的妈妈了，所以在这种极致的拉扯里边，两个人产生了一种恨。最后的时候我记得是母女一场，就算是我对自己的救赎。他的自尊心很强，然后他的脸皮也很薄，他不允许别人挑战他，而且他几个小弟啊，你怎么敢打我老大？就是这份情谊是在的，所以他对兄弟还是很好的，所以我没有去按照原本的洛河去把这个角色给拿出来，只是融合了洛河的某一些性格，然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可能算诙谐吧，就是给这个角色重塑了一下。就他虽然名字叫洛河，但是他的那个灵魂已经叫那个呵和了。我觉得顾梦三个词语就是炽热、真诚和脆弱。他在剧里就是一个小太阳的人设，温暖大家每一个人，真诚的对待自己的朋友啊，然后各种情感。但是她同时也是脆弱的，她其实也是一个需要爱的小女孩。顾梦她从学生时代就跟周婉是好朋友，一直到毕业步入婚姻啊，身边最好的朋友都是周婉，跟周婉互相暗戳戳的问对方的情感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就特别像学生时代跟闺蜜的相处。在学校里跟周婉一起值日的时候，抓那些没有好好穿校服的学生，就是特别像学生时期，很真实。顾梦对周婉来说应该是清醒剂吧，因为我感觉我没有特别的刻意要去助攻她怎么样，我只是跟她聊天呀，或者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一句话。那你俩所以现在是什么关系？同居室友，义兄义妹，可以让周婉看清自己的内心。这样磕他和陆西潇从学生时期就开始磕了，因为我感觉像是我的好朋友校花和一个校草，他们两个有了链接，特别的磕，就是这种长久的友情我比较羡慕。
就我们在角色里面就是互相打打闹闹，有时候他安慰我，我安慰他，然后在片场也是这样，就一直在笑个不停。我觉得蒋帆3个字形容啊，内向、玻璃心、社恐，他从来不哭。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的内心都很坚强，绝不掉一滴眼泪。顾梦眼中的蒋帆肯定就是不靠谱，对的。干嘛？但是又有少年气，然后又很勇敢、很直球，就是眼里都是我的那种吧。顾梦，吃了饭。蒋帆眼中的顾梦啊，肯定是那种白月光呀。蒋帆还是一个挺从一而终的人吧，我觉得他跟顾梦的刚开始是每天2个人互怼嘛，基本见面就掐架，就会吵架，会打架那种。刚开始可能一直是朋友，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会就是后知后觉的察觉到，哦，我喜欢他，也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其实早就有迹可循。跟陆潇的友谊，这就不用多说了吧。这个基本我在剧里面10年前和10年后，基本都是一直围绕着陆西潇的。对于陆西潇来说，蒋帆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吧。后盾，坚强的后盾肯定算的。总的来说，应该算是一个管家。如果没有蒋帆，可能陆西潇，感觉他应该是很多事情都不能自理。我觉得他们俩都非常的认真敬业，大家都很努力，也很投入在拍这部戏。导演经常会加一些小东西进去，就比如说我演一个很深沉的戏的时候，然后突然导演我吃东西，导演会说烫嘴，烫到嘴，就突然会那种很搞笑，就会很悲伤的场景会突然加一点搞笑的东西进去，挺有意思的。包尚恩特别的简单，我看他跟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点像哎，笑起来两个眼睛也是弯弯的，就特别像，所以有了亲切感。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就是他每一场戏都在那边思考，然后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演员能提问说为什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的话是更快的可以沟通，就是他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包括他和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合作还是很默契的。柯宇，我觉得他的眼睛在冒星星，每一次看到他看我，我都觉得天哪，太帅了。就是这个男孩长得太精致了，他是非常有礼貌的，本人啊非常 nice， 一直喜欢笑的阳光大男孩。他的戏很生活，也非常自然。其实他们也是会开玩笑，包尚恩和柯宇两个人壁咚的戏，壁咚的戏之后，然后妈妈走进来了，我走进来就很尴尬，来破坏他们的好事儿，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是一个很和谐的剧组，就是很开心的剧组，算是夏天很难忘的一个剧组。希望各位观众老爷们都来赏脸看看我们这部戏吧，都来看一看我们在今年的暑期在芒果播出的《赤夏》，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陪着周婉和陆西潇一起走过那个炽热的夏天，感受他们的疼痛、成长与爱。也希望你们能在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勇气。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剧，多多期待。希望赤夏在明年的夏天，在炙热的夏天可以特别燃起来。喜欢赤夏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来看哦。祝收看赤夏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夏天绽放出你们最耀眼的时刻，在夏天收获到你们最想收获到的东西。希望观众可以陪伴我们几个人一起长大，感受我们的夏天，感受我们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希望赤夏能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看剧的体验吧。因为我们赤夏是一个非常有诚意、有良心的一个制作，里面有很多我们90后、95后
小时候的回忆，希望可以大家在这个剧中找到自己小时候的童年的感觉。